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 Ranger Man 的频道，我是阿 Man。那么今天我们就不聊车，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你车上那些非常没有用，不过98%的你们却都想要的功能。到最后回过头，你就会发现到这些功能的话，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用途。OK， 我懂你肯定要讲我买新车是不是不会中反正新车中的更多。无论新车或旧车，你的车肯定中了其中至少一项。这些功能有些是跟着流行，慢慢就越加越多，要的车也加，不必要的车也加，到最后你才发现到，在我卖车之前，这些功能根本都没有用过几次。当然，车厂加功能给你也不是做慈善的嘛，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相信大家都懂。到最后，这些费用又回到了各位，还有包括我这些消费者的身上在影片开始之前，麻烦各位再帮我点个免费的订阅，再来个免费的赞，订阅和赞越多，我才有动力来做更多最新的影片给大家看，尤其是最近要发布了的 X90，我一定最快速度爆肝给你们看的。免费的订阅点了没有？接下来就开始今天的影片来，第一个功能就是马来西亚人都非常爱的功能，就是日间行车灯 Daytime Running Light。OK， 日间行车灯顾名思义就是白天开的灯。不过你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白天都这么亮了还需要开灯？其实日间行车灯它是由北欧国家那边所研发出来的。它并不属于是照明灯，反而是属于一种信号灯，跟我们车上最没有用的那个 signal 是一样的。日间行车灯它是起源于90年代的北欧国家，由于他们的地都是多山多雾，极昼极夜的现象时常出现。极昼极夜就是白天很久，晚上很久的意思啦。这个时候就会造成长途运输的车辆时常发生车祸，尤其是在山区的路段啦。大家都知道，每次 corner 的时候，一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死角的。你就想象是比云顶还要窄的山路，比云顶还要再更多的雾。后来大概在1996年的时候，北欧就很多国家开始强制要求在山间行车的时候必须要开着大灯。然后大概在隔年，也就是97年的时候 ，Volvo 的商用车 F 系列的卡车就第一次装备了一种灯就是在你 engine start 了过后就会自动亮的灯。所以 Volvo 也算是日间行车灯的一个鼻祖。其中 Volvo 大家都知道就是出了名的安全。除了这个日间行车灯以外，它还发明过很多关于安全性的功能，其中包括3点式的安全带，包括 ABS， 还有碰撞测试，这些都是由 Volvo 搞出来的啦，主要就是为了安全2个字。讲回来慢慢别的品牌也开始研发日间行车灯这个东西。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日间行车灯它并不属于是照明灯，它的功效并不是让驾驶者看清路面状况，而是让人家知道一辆车正在开过来。至于为什么我讲这个东西没有用嘞？其实你想象一下，在马来西亚多山咩，多雾咩，马来西亚的天气都热到这样，白天亮到这样，所以这个功能的话，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讲它的功用性是非常低的。不过也不完全讲是没有用这个是我的亲身经历之前一段时间柔佛州时常下雨，然后那个雨是非常细非常密的，我就在跑 highway 的时候就曾经一度从我的 side mirror 看过去根本看不到我后面的车跟我之间的距离，所以我是走慢 lane， 我要刺去 fast lane 的话，但是我根本看不到那边来的车嘛。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到有 daytime running light 的车我从远就已经知道有一辆车要过来了。总结daytime running light 它不是让驾驶者看到东西的灯，它是让其他驾驶者看到你的灯这样子讲大家应该比较好理解啦。然后时至今日，在马来西亚市场变成一个比较偏美观性或者偏流行的东西是没有错，加了 daylight 的车确实这辆车眼神看起来更加杀气，更加有精神。不过其实它的功能性是大大超越它的美观的，主要是真的够安全。在多山多雾的地区，这个功能就非常重要，但是在马来西亚不可以完全讲没有用啦，可能有这样的用处。再来第2个功能，肯定是让各位 Peredo 车主们又爱又恨的一个功能，没有错啦，就是怠速熄火系统 Idling Start Stop System。这个各个厂家的称呼都有所不同啦。在 Peredo 身上就叫做 Eco Idle， 在 Mazda 身上的话就叫做 iStop。总而言之，它的功能性都是一样的，就是在你踩完 brake 过后，车子会自动熄火，车子会自动熄火。这个功能是在1970年代 Toyota 开始研发的，它首次搭载在 Toyota Crown 的身上。不过当时还没有这么的完整，这么的成熟啦。主要这个功能会出现，就是为了当时候能够省油。不过时至今日 ，Idling Start Stop System 又被各家厂家再次推广、再次研发，主要就是为了能够符合排放法规讲白一点，就是为了能够环保啦。不过既然是省油，应该是帮车主省到钱包了嘛。这样子为什么还有很多车主会嫌弃嘞？其中我听到最多的就是体验感非常差你想象一下，尤其是在城市地区
时常塞车或者时常有很多红景灯。马来西亚的路况你也知道啦，可能你只是去买一个菜，短短的路程而已啊，可能这个过程就要熄火了不少次。在你熄火的时候是不是有抖动？刹车的时候是不是有抖动？就是这个小小的抖动非常嘎叫人。抖动这个东西啊，其实是也无法避免啦。你讲是4缸车到6缸车都好，抖动都还是多少会有的。3缸的阿夏更加不用讲，所以可能在你行驶的时候要一直面临熄火刹车，熄火刹车，整个人都浑身不舒服啊。再来搭载 Idling Start Stop System 的车还会有多一个缺点，就是他们的零件方面会比普通没有 Idling Start Stop System 的车来的贵一点点啊。哪一个零件贵呢？第一个大家都知道了，就是电池。电池算是车子当中一个非常需要更换的 wear and tear。然后搭载了 Idling Start Stop System 的车，一般他们的电池都会比没有的来的贵，这个大家和各位车主肯定都深有体会啦。第二个比较贵的零件就是 Alternator。Alternator 是叫做发电机，它是可以耐蛮久的啦，在100千公里过后才需要注意看看它的使用寿命还剩多久，所以它算是比电池更加没这么频繁要更换的一个零件。再来第3个就是 Starter 启动马达啊，这个它的使用寿命是比 Alternator 还有电池更加来得长，甚至到你卖车之前可能都没有更换过，前提是要保养的好啦。不过为什么这3个东西会比较贵？就如刚才我在电池的时候讲到，因为为了配合 Idling Start Stop， 所以他们的设计都是不一样的，会比较特殊。这个大家可以对比看看新旧阿夏的，或者是 Myvi 跟 Lucky Best 那带来比较啦，大家就看得出那个差异在哪里了。特殊设计，价钱贵一点，可以怎样办？接受咯，还可以怎样？他都帮你省油了，对吗？所以这个功能存在即合理。有的消费者又真的喜欢了，因为真的有帮他们省到油嘛，这个就看各位怎样自己去抉择啦。再来第3个功能就是电动尾门，这个功能它并不是适合所有的车型啦当然我知道你家 SUV 你是很需要，这个不要紧张先，我等下会讲到，不要反驳我先，等一下先。OK， 首先这个功能在sedan车上面就真的是完全我可以讲没有必要啦。首先sedan比 SUV 低，再来他们 boot 的重量也会很轻，平均身高的人这样子伸个手嘣就已经关掉了。这个动作是非常快的，非常迅速的。相反，如果你是用电动的话，你要按那个按钮跟它哔哔哔哔，非常浪费时间。现代人的时间很宝贵嘞。不过印象之中，用电动尾门的sedan车应该也是蛮少的，在马来西亚市场啦。我记得的是只有 Mercedes 的sedan有用上电动尾门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就对 SUV 来讲非常有用，也非常的需要。甚至现在还有很多人买 SUV，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还会去到外面的 accessory 店进行加装。为什么 SUV 需要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因为他们的车身高度比sedan车来的高，你要伸手去把它关的话，你手几乎要伸到直了，这个时候你的手会比较触不到力啦，这个就是高度方面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于他们的 boot 是跟着后车窗一起上来的，可想而知，包括 SUV 也好 MPV 都好，他们的 boot 都是非常重的，这个时候按一个按钮就可以让那个 boot 自动弹开来，真的是非常便利啦。来到 hatchback 的话，它也是跟着后车窗一起上，不过 hatchback 的话其实就还好，因为我关过一般上的 hatchback， 他们的后斗都是蛮轻的啦，再来高度也不高，所以它也是可以像sedan车那样非常快速的就嘣下来搞定。不过电动尾门它的缺点就是它的速度会有点慢，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车，又或者你的那个链已经没有什么力了的，为了安全着想，可能你按它关，你要站在你的boot，可能5秒，可能3秒，我不懂还有没有更久的啦，你要等它完全关闭，你才可以上车。这个就是电动尾门会带来的一点点小小的缺点，小小的麻烦啦。再来这个比较抽象，就是荧幕越做越大，所有东西都要触控化，押韵嘞，甚至大到什么地步meter 都要把它跟中间的 infotainment system 连在一起。还有的车甚至连控制冷气的那个 panel 都把它直接整合在 infotainment system 共用的同片 screen 里面。首先我先讲那个 infotainment system 的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块荧幕，这个我可以理解啦，因为它确实可以带来一定的便利性，例如你有用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的话，都可以把 Waze 放在里面来用，这样子我们也不用 gap 一个手机在那边嘛。不过有没有需要做到非常大，甚至像电视机那么大？其中有一个坏处就是他们有些车厂会把实体按钮都一起取消到完，就直接放一块 screen 在那边。这个我就比较不能够理解啦，因为一些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按钮，例如你调声音 volume 的大小声，上一首下一首，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需要保留实体按键，因为这些功能其实就是非常直觉、非常顺手的嘛。突然间我听到我喜欢的歌，我要跟它调大声，然后去找那个 screen 这边按，转一下就好了嘛，老板。然后就是把冷气控制也放在荧幕里面，
这个我也是非常难理解啦。确实有用过这样子的车，就是 Volvo 的 XC60。就连我这样子的年轻人，可能我是老了啦，就连我这样子的年轻人都要花一点时间去学习一下，去研究一下它的那个控制冷气的风量、温度到底是藏在哪里。这个对于一些有年纪的长辈来讲，他们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啦。不过也不是没有好处，就从设计方面来讲啊，整个看起来车是非常简洁，参考 Tesla 就懂了啦，几乎是看不到按钮的，整个就是一片平平过。然后它还有一个坏处啊，就是我讲冷气你调风、调温度这些，其实就是突然间我觉得我的冷气太冷了，我想要这样子把它转成没那么冷，原本是非常顺手、非常快速的动作，不过现在却变成我需要去荧幕里面找，在哪里？我要冷死了，在哪里？那个到底我那个调温度的在哪里？这个就是非常不便利啦。这些非常直觉性的功能，我个人还是觉得需要有实体按键会比较好啊。可能有的车厂是觉得啊，放太多按键看起来并不现代感，并不像是2023年会出现的车。其实这个东西也是看你怎样子去设计的嘛。我举几个做的比较好的例子啦，大家可以看一下 Honda 的那个旋钮，它的设计还有它的配色看起来是好看，看起来是 Atas 的，又小小个，又够精致，又够小巧。你讲会切吗？我不觉得会切吧。再来第二个就是Peugeot做的按键，它的按键呢很多都是用那种飞机式的钢琴按键，那个按键也是蛮好看啊，会很没有现代感吗？不会吧，个人是这样子觉得啦，我个人的审美啦。反而放了那些按键，我还觉得我好像在驾飞机这样。再来，如果你的屏幕做到非常大的话，还有一个坏处就是会让你分心，尤其是亮度很亮、画质很高的时候，可能你驾车驾下会瞄一下，哇，我的这个荧幕很漂亮哦，很灵美哦。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你分心啦。不过这个是个人因素啊。Mercedes 也已经把 Infotainment System 和那个 meter 都整合在同一片屏幕里面。对 meter 来讲，好处非常多。首先就是它的样式可以变化到非常大。好像一般如果我们是用实体的 meter 的话，我们转个 Sport Mode 最多就是它的灯变成红色而已。如果是采用 Digital Meter 的话，我们把它换成 Sport Mode， 它整个 meter 的设计都会变到完，这个就是它的好处咯。meter 的 pattern 可以非常多，比 Badminton 还要再多。然后现在大家也可以注意到，中国车他们也非常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大荧幕，甚至有些车我看到他们是从主驾一片荧幕贯穿到中间 Infotainment System， 再贯穿到副驾也给它一片荧幕。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点太过 over 了啦！你讲 meter 跟 infotainment system 连在一起就算了，连副驾也给荧幕，这个是什么概念？人人都有一部手机了吗？现在我问你，你在车上的时候，你会想要去找一个大的荧幕来看咩？最多也就是滑一下手机，看一下 Rangeman 的 YouTube 频道罢了吗？对吗？ 应该是会看的吧。人人都有手机的年代，甚至电视机也越来越少人用了，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来到最后的大魔王了。这个功能每个人的车上都有，不过98%的马来西亚人都没有用到这个功能。我甚至一度怀疑这个东西是不是要进行选配的？这个就不管你的车是新款还是旧款，都是会有的。不过时常都被各位驾驶者忽略掉。先给你们猜看，没错啦，就是 Signal。我发现到很多司机都喜欢给人家猜好像在玩彼此之间有没有一个默契出入口、进入口、出绕道、进绕道，各车等等都不太爱用 Signal 这个东西。我是不明白啦，不过却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平时不打 Signal 的人在 highway 跑快的时候疯狂丢前面的车，疯狂闪大灯我就在想，闪大灯跟拨 Signal 的那个棍不是同一个动作来的咩？为什么有这么难？闪大灯的时候可以闪到整个，然后打 Signal 只是轻轻一下做不到，这个我也是不理解啦。明明闪高灯也是拨棍，打 Signal 也是拨棍，到底是点解可以闪高灯却不可以开 Signal 呢？点解呢？这个部分就只是开玩笑而已。Signal 这个功能非常重要，也在这里呼吁各位驾驶者平时真的要打 Signal 的时候就打，不要给其他驾驶者来猜你们现在要转左还是转右。都看到这里了，代表我们乃是志同道合的爱车之人。记得订阅频道，记得再给我一个赞。还有什么你觉得没有用的汽车功能，都欢迎留言给我知道。感谢各位，拜。